当我发现老公出轨的时候，小三已经大着肚子找上门了。咨询离婚律师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些年他早就背着我悄悄转移财产。可凭什么出轨的是他，净身出户的却是我？大概是老天都在帮我。小三是个伏地魔，而他弟弟是个恋爱脑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在宋伟手机里面购物车发现了不少婴儿用品的购买记录，而上面时间显示就是近几天。我不信他不知道删除这些，除非他是故意让我看见的。看来是我不愿意生孩子，他就在外面找人生。我就说这一年，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前几年要缓和了不少。偶尔加班回来还会给我带几朵花，原来不过是有愧于心。宋伟从卧室走出来，老婆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不打算装，准备把话说开了，大不了就好聚好散。你手机里面怎么会有婴儿用品的购买记录？宋伟淡定一笑，双手环抱住我。那个是我老家的表妹，最近生小孩，咱妈喊我帮她买一些好一点的婴儿用品。她毕竟是农村妇女，也不懂这些，这么蹩脚的借口，我要是相信就是傻子，是吗？你一个大男人就懂吗？你不早说，我可以来和你一起选啊。宋伟一把抱住我公司部门里面有个女同事最近快生了，这些都是请教她的。你一天天上班这么忙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老婆大人了。宋伟果然还是油嘴滑舌，不然也骗不了外面的女人给他生孩子。此刻我只觉得无比恶心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他轻轻含住我的耳垂，老婆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要个孩子？好家伙，这男人打算家里养个孩子，外面再养个孩子吗？我推开他，我想专注工作，孩子的事情不急。他脸色一变，可我们都30多岁了呀，也是时候该要个孩子了。这些年你一直拼命工作，说想先做出一番成就，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不年轻了，都不再是20多岁的人，不能再这么任性。我妈年纪也大了，老人想抱孙子的愿望，咱们也应该满足一下。这段话放在从前，我可能还会有些愧疚，如今他已经在外面有了孩子，还在这里扑我。我困了，先睡了。还有我最近睡眠不太好，你这段时间就睡客房吧。我看见宋伟的嘴巴张了又张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然后又无奈地摇摇头。我和宋伟也结婚10年了，从大学毕业到现如今的事业有成，我们共同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，是真的不容易。前些年，他一直在为要不要孩子的这个问题和我争吵。我也明确告诉他，至少在35岁之前，我不会考虑这个问题，不可能为了孩子放弃我的工作。我会把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。如果他不想和我过，我也可以同他体面地分开，他去找一个愿意在家为他相夫教子的女人不就好了？至少不要用出轨这么让人恶心的方式。我赚的每一笔钱都不会留下来让你养你和其他女人的孩子，我会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第2天就有个女人大着肚子找上门，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太快了。昨天发现出轨，今天小三就找上门，准备逼宫。女人看起来就25、26岁的样子，画着还算是精致的妆容，肚子应该有7、8个月了。看来是我发现的太迟，又或者是她太能忍了，才没有在一怀孕就找上门。我微笑着和她打招呼：“你是宋伟的表妹吧？”她才和我说了老家有个表妹怀孕了，她还帮忙买了不少婴儿用品。女人不屑地说：“他是我孩子的爸爸，
我故作吃惊，什么？表妹和表哥，这不是乱伦吗？不得不说，你们乡下人玩得真花。孩子去做检查没有？还是要早点检查一下，不要到时候生出来是个智障。女人吃了一声，你听不懂吗？我不是他的表妹，我说他是我孩子的爸爸。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，我知道啊，那这么说你就是他的小老婆？算你厉害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开口。他被吓了一跳，眼神里面满是惊恐和愤怒。快进来坐呀，带着肚子在外面站着不好。我把他往里面拉，可他却一直向后退，还在不停地摆手。我不拉你，你自己进来吧。我礼貌地一笑。他走进来的时候还用手护住肚子，生怕我会对他的孩子不利。可我根本就不屑于做这种事情。女人径直走到沙发前，拿起桌上的水果就吃，双脚翘在桌子上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。女人一脸得意，你好，我叫唐韵，很快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。你好，我叫施燕，现在是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。从她敲门到现在，我都表现得太过于平静，完全不像是发现老公出轨后的反应。唐韵可能是觉得我在憋什么大招，她时不时就在瞟我。我根本就不在乎宋伟究竟还爱不爱我，以他的品性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我早就料到的。你别想对我做什么，我已经给宋伟打电话了，他马上就回来。说完还不忘瞥了我一眼。而我从知道宋伟出轨的那一刻就没想过再原谅他，所以不管唐韵怎么挑衅，我都无所谓。出轨的证据不好抓，但是私生子就很明显。唐韵这样送上门，不知道是聪明还是蠢。宋伟急急忙忙地往回赶，到家的那一刻，他连忙将唐韵护在身后，可能是护着唐韵，也可能是护着他来之不易的孩子。宋伟开始紧张地质问唐韵：“我不是说让你先等一段时间吗？你急什么？一个人大着肚子就跑来找他。”唐韵娇滴滴地回答：“这不是还有1个月，孩子就要生了，我可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是私生子。”他声音呜咽，带着些委屈：“那你私自就跑来找他，不怕他对咱们的孩子做些什么吗？”这两人还真旁若无人，当着我的面就在说我会不会加害他们的孩子。宋伟他妈居然也来了，他宝贝地扶着唐韵，小心动了胎气。我的大孙子啊，宋伟，你不解释一下现在的场面吗？宋伟大声控诉我的罪行。事已至此，我就明说了吧，你一天天就只知道工作，我妈都和你提了那么多次孩子的问题，你都说现在要忙工作，不着急。我昨天晚上就给你机会了，要是你愿意妥协和我生孩子，咱们还可以继续过。实在不行，唐韵肚子里面的孩子生出来就记在你的名下。唐韵听到宋伟的一番迷惑发言，抄起沙发上的抱枕就朝他砸过去。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结婚是吧？凭什么我辛辛苦苦怀胎生下的孩子要记在他的名下？我冷笑一声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你是小三，见不得光。宋伟他妈紧张地说，小伟，你别说了，待会运动了，胎气就不好了。我可没有喜欢给别人当后妈的习惯，这孩子你们还是自己养吧。说完我就扇了宋伟一巴掌，回头又看向唐韵，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我就不打你。然后我又扇了宋伟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就由你替他受着吧。唐韵的变脸速度堪称一绝，刚刚还在怪宋伟，现在又在心疼他了。你打他干什么？是你自己年老色衰，还不愿意给他生孩子，他有什么错？不过是想要个自己的小孩。宋伟，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？你自己去外面乱搞，搞出个孩子，现在想让我给你养，我是现在不想生，
但是我一开始就说过，你要是不想和我过，可以选择离婚，不要选择这么上不了台面的方式。还有唐韵是吧？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上赶着给他生小孩。你刚刚没听见吗？他要把你的孩子给我养，他根本就没打算和我离婚。你说你是不是蠢得可怜？宋伟不想和我离婚的理由，无非就是我能挣钱，他在外面随便找人生个小孩，圆了他想要孩子的梦想，同时也不会丢棵摇钱树。我揪着宋伟的头发，宋伟，你就是个废物，离了我你屁都不是。男人的自尊心一下被刺激到，宋伟也不装了。宋伟凶神恶煞道：你个30多岁的女人，离了婚还能再找一个吗？不是我说，有个孩子至少还有人给你养老，不然到时候你死在床上都没人知道。别到时候打电话给我。宋伟他妈也开始帮腔。实验，你一个女人要那么多事业干什么？早点回来生小孩照顾家庭才是最重要的。像韵韵这样才是一个女人应该选择的路。唐韵，就是我才是宋伟哥最佳的贤内助。像你这样一个30多岁老女人根本配不上宋伟哥。这3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很有一家人的感觉。我回答，我觉得我现在的选择十分正确，就不用你们几个外人对我指指点点了。宋伟眼看已经撕破脸了，只好说，看来你是打算一定和我离婚了是吗？那到时候就别怪我心狠不念情分。宋伟狡黠一笑，带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。我本想着宋伟出轨还有私生子，这下不说让他净身出户，至少可以分掉一大半的财产过来。谁知我咨询律师查我们婚后财产的时候，才知道他早就悄悄转移财产到海外，甚至最近1年都频繁地出入的美容院。一个男人老是去美容院，本来就很让人奇怪。细查才知道，原来美容院挂名的是唐韵，背后的真正老板是宋伟。宋伟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要是我不愿意和他离婚，用我的钱来替他养孩子，自然也是最合他的心意。可是我要是和他离婚，我也就只能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看来这是他给我的教训。他准备告诉我，一直忙于事业10多年，又有什么用？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为他人铺了路。这2个人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是我发现的太迟了。可是凭什么出轨的是他，净身出户的是我？该属于我的那份钱，我要1分不少的拿回来。很快我就调查到，唐韵其实还有个弟弟，叫唐小雨。今年2本才毕业，大学期间一直都需要唐韵支付给他学费和生活费。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个伏地魔，就是不知道这些钱是不是从宋伟手上拿的。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部门上个月来了一个实习生，就叫唐小雨。这一家人和我真的是太有缘分了。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，全身上下都是名牌，这未免有点不太科学。下班的时候，我还听见唐小雨在给他姐打电话：姐，我天天上班挤地铁，真的很麻烦，你给我买辆车。行，等我肚子里面的东西落地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趁机要笔钱。你就不能现在就剖腹产吗？我真的快忍受不了每天早起坐地铁。电话那头的语气激烈：你说的什么话？你姐的命不是命吗？我错了。呸呸呸！见唐韵有些生气，唐小雨赶忙道歉。这2个人还打算用我们的共同财产买车，真是让人恶心。那段时间在公司里面，唐小雨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的感觉，我自然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。不过我觉得唐小雨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刚毕业的男孩子毛毛躁躁的，
其实是很难抵抗成熟大姐姐的魅力。我只需要在工作上还有生活中多对她嘘寒问暖，她很快就会沦陷了。唐小雨似乎很兴奋，可以傍上我这个后台。毕竟在公司里面，她都有意无意地神气起来。别人喊她的时候，她都假装听不见。上班的时间都在电脑上面打游戏，而这些我现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小雨，我比你快大10岁，你真的不在乎年龄吗？唐小雨一脸深情地看着我，我不在乎。施燕姐，我对你是真爱。我半推半就地拒绝，而且我已经有家室了，就是我的老公对我一点都不好，还在外面找小三。姐姐，我不在乎这些，那是他没有眼光。我永远爱你。唐小雨盯着我，眼神赤诚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是个恋爱脑，就连唐小雨他妈见到我都十分热络。我还以为他们这个年纪的人至少会很在乎年龄这个问题，可是他并没有，也不知道是太宠爱儿子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唐小雨年轻气盛，恰逢我最近有要升职的迹象，而他依旧还是那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。我就提议他去投资。现在我和宋伟还没离婚，投资的这笔钱自然就是从我和宋伟的夫妻共同财产里面拿。我相信以唐韵对他弟弟的宠爱，一定会愿意拿钱的。唐小雨秉承着怀疑的态度问我：姐姐，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去投资理财吗？我摸着他的脑袋笑了笑，我有个朋友是在投行工作的，咱们就只需要出钱，到时候有他帮忙，还愁赚不到钱吗？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唐小雨有些泄气道：可是我手头上没有什么钱，你姐姐不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吗？可以叫他先拿一部分。我不是不想资助你，只是我手头上的活动资金都被我的前夫卡着，实在是不好拿出来。没事的，施燕姐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我都理解。真希望你可以赶快离婚。我摸着她的头，会的，我也希望快一点。唐小雨听完我的话，兴冲冲地找唐韵拿钱。我投行的朋友帮他投资了一笔，小赚了一点钱。不过以我这段时间对唐小雨的观察，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他可能会选择自己亲自操作。果然，唐小雨在了解了一些理财知识之后，就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，非要自己来选产品。我问我那个投行的朋友江安，你觉得他后面能赚钱吗？李江安是我从小到大玩到大的好朋友，我本想着让李江安带他小赚一笔后，就让他一直亏损。可是唐小雨的聪明才智，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我动手。李江安担忧着说：我估计悬，他现在也就刚刚入门，你多看着点他，没事，让他小亏一点钱，他自然就会得到教训了。我的目的就是让他从宋伟手里要出更多的钱，这些钱全部会在唐小雨的合理理财下全部亏掉，而我在法庭上会以夫妻共同财产非法赠与要求返还这部分钱。可唐韵又怎么会让他亲爱的弟弟拿？最后所有的责任不就落在宋伟身上？唐小雨第一笔钱就赚了10万，这下他就飘了，一个劲地说要赚更多的钱，好和我在一起。姐姐，过几天我姐想要和你见一下面。我假装为难地说道。可是我比你姐至少大7、8岁，我应该怎么称呼她呀？没事，到时候你就和我一样叫她姐姐吧。不得不说，我真的很期待唐韵见到我的表情。走进饭店的大门，一眼就看到了唐韵。半个月没见，她的肚子又带了不少，估算着日子应该还有10几天就要生了吧。唐韵看见我的那一刻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将脸别过一边。
我觉得他下一秒可能就想要离开座位。唐韵拿起手机就要发消息，这时唐小雨的手机也响了。唐小雨遗憾地说：“我姐说她肚子里孩子有些不舒服，可能来不了，要在家休息。”突然他抬头一眼就看到了唐韵。唐小雨拉着我走到唐韵面前：“姐，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？”唐韵尴尬道：“一开始编辑的消息，结果没事了，应该是刚刚不小心点了发送。”我热情地和她打招呼：“姐姐好。”这声姐姐让唐韵的脸色变得更难看。我暗想道：“你不是还嘲笑我是30多岁的老女人？可是我要叫你姐姐啊！”唐韵没有看我一眼，就对旁边的唐小雨说：“这就是你女朋友？”“对呀，我女朋友可厉害了，是我部门里面的经理。”唐小雨骄傲地向唐韵介绍着我。唐韵的嘴角不停抽动：“我不同意，你们年龄差太大了。”唐韵才不是觉得年纪大，她应该是觉得他们一家人都去当别人家的小三很荒唐。可是有些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小。唐小雨见她姐姐不同意，气愤极了：“唐小红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今天带她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，只是通知你一声，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我都会和她在一起。”我刻意拖长了声线：“啊，原来姐姐的名字叫唐小红，那唐韵是谁的名字啊？”“唐韵，这不是我堂姐的名字吗？”“唐小红，你又乱用别人的名字。”唐小雨朝她姐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我捂着嘴巴扑哧笑出了声。原来姐姐一直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啊！你们认识啊？唐小雨被我的话整懵了，才反应过来，上次在小红姐的美容院做了一次面部护理，效果真的很不错，难怪大家都喜欢去。唐小雨握住我的那只手愈发紧，给唐韵留下来了一句话，就拉着我离开了现场。反正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和诗燕在一起。我回头朝他挑了一下眉：“唐韵啊，你去当别人家小三的时候，有想过你弟弟也会去吗？真的是小三世家。”回去之后，唐小雨给我发来消息说，我们离开之后，他姐姐羊水就破了，听说生了一个男孩。这下宋伟还有他妈恐怕要喜疯了。基于我在公司的业绩和能力突出，也为公司效忠了这么多年，领导决定升我为总经理，真是双喜临门。本以为唐韵生了儿子，宋伟应该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我离婚，可他听说了我升职的事情，竟又来提不离婚的事情。宋伟这人没啥能力，大学的时候就频繁挂科，花言巧语哄骗女孩的本事倒是不少，也难怪我那时候年轻会被他骗了。他在公司里面能有现在的位置，很多决策都需要我来替他参谋。他原先的工资也就勉勉强强能达到我的70%、80%，我升了职，他就更比不上了。宋伟，你现在不在医院里面好好照顾唐韵坐月子，你跑来找我做什么？宋伟殷勤地笑着，他那里有我妈，不用我操心。听说你马上要升职了，到时候年薪是不是有100万？我不屑一顾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这些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老婆大人，你就别生气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。我们10几年的感情怎么能随随便便被外人破坏？一点点小矛盾而已。宋伟还真是没脸没皮，现在唐韵在他眼中就变成了外人，我又是他亲爱的老婆大人。我捂着嘴巴，我想吐。宋伟紧张地把我扶到一边，眼里是藏不住的欣喜。老婆大人，你是不是有了？有个屁！你的话让我恶心，而且医院里面躺着的才是你的老婆大人。宋伟拍了一下大腿，哎呀，我这不是知道你不想生小孩，但是拗不过我妈呀。
唐韵帮你生了个儿子，可他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到时候我找人来演一出戏，告诉他生下来的是死胎，后面随随便便找个理由把他一脚踹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宋伟对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十分满意，眼里满是利益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唐韵毕竟为他生下了孩子，他居然如此无情。我不敢相信自己从前和如此心狠手辣的人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我感觉气不过，随手拿起包里的酒精喷雾，喷了他一脸。你真是个大聪明，要是在古代，是不是得给你封个大孝子的称号？我朝他鼻子上打了一拳。离婚是肯定的，这件事不容商量，人不能太贪心，什么都想要。唐韵怀孕期间找宋伟拿钱，自然是容易，如此他生了，以宋伟的品行，再加上他弟弟亏了那么多钱，自然就很难再要钱出来。唐小雨现在仿佛魔障了一般，我升职带给他的冲击力很大，他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，到现在为止已经亏了200万。唐小雨他妈怎么劝也劝不动。唐小雨不顾唐韵还在坐月子，直接跑到医院去找唐韵要钱。他趴在唐韵床上祈求着：“姐，你再给我50万，这次绝对会赚。我赚了钱就可以和施燕结婚了。”唐韵有些为难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就不会找施燕要吗？我是男人，怎么可以找女人要钱？我不是女人吗？你找我拿的钱还少吗？姐，你不一样，你可是我姐呀，你不管我怎么办？你看你现在又生了儿子，宋伟肯定要给你一大笔钱。唐韵捏住唐小雨的肩膀，用力晃了几下。唐小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施燕就是宋伟的原配，你还不明白他接近你是有目的的吗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除了年轻，我有什么让他图的？施燕姐说了，她和她老公早就没有感情，不然她老公也不会在外面出轨。而且一开始她就告诉我她有家室，是我非要缠着她，和她没有关系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和宋伟在一起了，我就不能和施燕在一起？凭什么？要分手也是你分手，我是不可能和他分开的。唐韵大吼：“唐小雨，你真的是疯了！”唐韵看着唐小雨已经完全沉浸在爱情里面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可对于弟弟的溺爱，让他不得不又朝宋伟开口要钱。可宋伟听说唐小雨把钱全部套进去，而唐韵居然还要50万，瞬间虚伪的面具被撕破。他举起拳头打了那个才为他生了儿子的女人。可能从前是看在唐韵怀孕的份上，才对她百依百顺。如今生了孩子，他对于宋伟来说就已经是累赘。宋伟，唐韵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跟你说，以前的钱就当是我给你替我生儿子的钱，将来你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宋伟果然不管对谁都是这副狗样子。我趁着宋伟和他妈不在的时候，溜进病房找唐韵。宋伟做事太小心了，我找人查了1个月都没发现转移财产的证据，所以我是来找他合作的。我把我和宋伟的录音全部放出来给他听。唐韵对宋伟早就从宋伟向他举起拳头的那一刻就已经心死。唐韵脸上和手臂全是淤青，眼圈周围还有红血丝，看样子应该是哭过。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真的值得吗？我有点不敢看他。我想，至少宋伟不会在坐月子的时候对他下那么重的手。唐韵反问我：“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就凭你弟弟？你弟弟现在对我可是十分依恋，我说的话他都听，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停下。不然……”
他可能会把你掏空。至于宋伟，我想你应该已经看清宋伟这个人了吧？对他来说，你不过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。他把你打成这样，你就没想过报复他吗？唐韵眼睛一亮，怎么报复？你明天就要出院了吧？你找个理由从家里出来，我带你去验伤。这段时间，你就在宋伟面前多服软，趁机恢复他电脑里面删除的记录。他的手机很干净，所以有用消息很大可能就在电脑里面。况且他是个极其虚荣的人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压着他一头，他早就不爽很久，所以他很喜欢女人用卑微的姿态去恳求他。那我这么帮你，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毕竟要是你们离婚，我可是能取代你的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50万。唐韵的嘴巴张了又张，就被我开口打断。不少了，宋伟都已经向你动手了，我想你也该看清他这个人，不然你现在这样，可能1分钱都不能从宋伟手里抠出来。唐韵过了半天才开口：行，我同意。唐小雨真的是个恋爱脑，他妈妈劝了他那么久，都无动于衷。我让他停下来，他就停下来。我告诉他，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忙于离婚的事情，没时间来找他。他兴奋地抱着我：姐姐，你终于要离婚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。现在我要开始专心处理宋伟这个人渣，孩子毕竟还小，离不开妈妈。宋伟这个时候把唐韵踹了也不现实，唐韵就被宋伟带回了家。唐韵算是有本事，很快就拿到了80%的证据，虽然不全，但是这些交给法院，他们会让所有真相都浮出水面。我带着离婚协议去敲门，宋伟见到我的时候一脸兴奋，估计是以为我想通了。宋伟将孩子抱到我的面前，快喊妈妈！我在房间里面望了一下，没有看见唐韵。师爷，你看你多有福气，不用自己亲自怀孕，就白白拥有了一个大胖儿子。我伸手摸上孩子的脸，宋伟兴奋地将孩子抱得离我更近了一些。我才没有那么随便就母爱泛滥。我在孩子的脸上掐了一下，不轻不重，刚刚好留下一个红印子。一是告诉宋伟我不可能把这当做自己的孩子，二是提醒唐韵我们的约定。宋伟他只是个私生子，你懂吗？见不得光的那种，就像你偷偷转移财产那样见不得光，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扔下离婚协议书就准备转身了，孩子哭得很大声，宋伟他妈拿起沙发上的抱枕砸向我：你这个贱女人，把我的大孙子怎么了？下不出蛋的鸡就是没用，离婚好啊，离婚你1分钱都分不到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。我大笑着：你这个老东西，到时候净身出户的是谁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你和宋伟只能被扫地出门。我整理好衣服，体面地推门离开。我早就向法院出示了宋伟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，加上这个孩子的出生，更加坐实了他的出轨的事情。开庭的时候，宋伟还沉浸在他的伟业当中。师爷，你1分钱都拿不到的，何必花钱整这么一出？你求求我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没理他，只是当众放出了转账记录，包括警察局调取的通话记录等一系列证据，还有他和孩子的亲子鉴定书，以及唐韵的伤情报告，这些足以让宋伟身败名裂。宋伟因为故意伤害罪和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1个月后执行。宋伟怎么也没有料到，今天我根本不是简简单单来和他分财产的。我想要的绝对不只有钱，我要毁了他，让他的肉体和灵魂一样发烂发臭，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过街老鼠。
宋伟赠与唐韵的那部分钱被我以非法赠与的名义要求追回，算在夫妻共同财产金额里面分配。最后，宋伟因为是过错方，只分配到50万，赠与的那部分钱怎么追回？只能全部算在宋伟的头上。分完现有资产后，法院要求宋伟向我支付300万。好家伙，他目前直接就欠我150万，这下可不是净身出户，简直就是负债累累。宋伟在法庭上的脸色极其难看，他还是努力地扯出一个笑容，维持着仅有的体面。唐韵应该是料到宋伟肯定会找他麻烦，早就拿着我事先承诺给他的50万离开了这座城市，没有告诉唐小雨他们。我以为他至少会对孩子心软，可是并没有。我还记得他离开时留下的那句话：流淌着宋伟血液的孩子，我不如不要。现在这个孩子对于宋伟来说，不知道能不能算是累赘。从法庭出来的时候，宋伟看见唐小雨朝我走来，一下就明白了一切。宋伟也不装了，好你个施燕，你们3个设计害我，看我像个笑话一样，是不是很好玩？还说我养小三，你还不是在外面养男人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早就给我戴了多少绿帽子？你这个贱人！唐小雨见宋伟那么骂我，冲上前去就将宋伟踢倒在地上，一直猛踹他。你凭什么骂施燕姐？是你先出轨的！你这个死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最好把你的舌头割了！害怕闹出人命，我赶忙拉开了他们。宋伟擦了一下嘴角的血，你真的是有本事啊！这么小的你都敢下手，真是不要脸！唐小雨又一拳打了过去，我也要去告你重婚，咱们彼此而已。我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。宋伟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告？我和他没有一点亲密举动，最多也是拉个手。你不是说我比他大那么多吗？那长辈拉一下小朋友的手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不像你，可是整出了个孩子。宋伟就像不服输一样，他一直骂，唐小雨就一直打，最后等警察来了才解决。唐小雨打架被拘留了15天，在这期间我去看过他。公司本来要给我升总经理，但是我自己申请了去海外的分公司工作。离开的前一天，我又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宋伟被查出泄露公司机密给对手公司，并从中获得好处，又被判了3年。他7年之后出来，估计也找不到工作了，还有个儿子要养，日子会很难过吧？不过这一切都是他的报应。在机场候机时，我接到了唐小雨的电话，她欣喜地跟我说：姐姐，你离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在一起了，对吧？不了，我要去国外了，到时候咱们就不会见面了。你以后多靠自己的努力，不要老是依附你姐，也不要老是想着赚快钱。唐小雨电话那头语气听起来有些失落。你是嫌我不能赚钱吗？你姐姐唐小红现在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了，你应该不去打扰她。仔细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而我很庆幸我没有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，现在我也要继续追求那个自信的实验。说完我挂断电话，坐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。我想我应该算是幸运的，可能更多的女性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，在家做家庭主妇，她们往往在离婚的时候能争取到的权益是很少的，其中也包括孩子的抚养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